给我瞄准了打！少林武僧蒲东东一脚定乾坤，一招力大无穷的少林金刚腿，踢断了国际顶尖泰拳王的脖子，瞬间俘获了一名美少女的芳心。这才是少林寺武僧应该有的样子。下山历练已有几个月，无论是面对日本拳王还是国际拳王，蒲东东都会用最淳朴的中国功夫和少林武术，在擂台上给他们这些外国拳王免费上一课。实力很强，作战计划缜密，战术打法更胜一筹。凭借最朴素的武术功底，他却能在擂台上爆发出超出常人的爆发力。6战6胜6次 KO 的蒲东东并没有辜负老方丈的期望，这不比武僧一龙一虎一豹强太多了吗？接下来蒲东东将会迎来更强大的敌人，此人便是来自塔吉克斯坦的菲尔道斯。别看他样貌平平，看上去没什么实力，真要是以貌取人的话，那么就大错特错了。菲尔道斯是国际预选赛的预备人员，也算是塔吉克斯坦擂台主力，能被称为是主力人员的，算是他们国家数一数二的顶尖选手。这一次蒲东东算是遇到了个硬茬，话就不多说了，来让我们欣赏一下少林武僧的精彩表现。金色拳套是蒲东东，黑色拳套是菲尔道斯。黑山体育馆，我是东尼，我是董江涛。本场比赛是71公斤级自由搏击规则的超级战，红方选手来自中国的蒲东东，蓝方选手是来自塔吉克斯坦的菲尔道斯。蒲东东呢，峨眉传奇这应该是第3次比赛，而且都是峨眉传奇的战绩全。蒲东东在国际赛场已经打了52场比赛，其中有40场胜利，9次 KO。最近的战绩是6连胜，且场场都是 KO。只能说23岁的蒲东东越来越强大。面对眼前这位国际预选赛的预选人员，蒲东东内心其实非常紧张，只能通过猛打猛冲的方式打消心中的顾虑。时候遭到很多身边人的质疑，就认为说，哎，你现在这个做的也不错，如果你要转行的话，就等于从零重新开始。这是为了自己喜欢的这个运动和爱好啊，不顾一切、奋不顾身的投入进。蒲东东的武术根基是中国功夫和少林武术，毕竟他在少林寺待了好多年，学到了很多传统武术的经典招式，再加上后期进行的武术散打训练，此时的蒲东东已经成为了一名合格的搏击运动员。蒲东东最喜欢的是拨球，于是他对泰拳也进行了相应的研究，各项武术加在一起，便成为了无可战胜的蒲东东。态势，而且每次进攻啊都很清晰。是的，蒲东东的力量啊相当强在以往的比赛当中啊都是以重击著称。所以我们看到啊，蒲东东每一次要发力的时候，这个他的对手啊都显得相当的紧张，因为上来几个照面的这个碰撞之后啊，明显可以感觉到蒲东东这个。塔吉克斯坦的选手一般都是以泰拳为核心，然而蒲东东对泰拳也是相应的了解与研究。很快蒲东东就压制住了菲尔道斯，不敢进攻的菲尔道斯，此时的他只能进行逃跑来躲闪蒲东东的进攻，除此之外也就只能用一些小伎俩来与蒲东东展开对抗。看来蒲东东拿下这场比赛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套路运动这些选手啊，转行其他武术类、搏击类的这个项目的话，会相当的进步，相当快，因为整个身体的这个协调性啊，包括爆发力以及力量、速度上，都会有很好的这种基础上的优势。哇，连续的蒲东东在转战自由搏击擂台之前，他最专业的地方就是武术套路，对这方面有非常大的研究与深入了解，骗对方的技能也成为了蒲东东最擅长的。有了这个的加持，蒲东东再次把菲尔道斯玩弄于股掌之间。对比之下，菲尔道斯在第一回合基本上没有打出什么进攻招式，全程都在逃跑或者是在进行跳跃式撤退，思路啊相当清晰。是的，这个蓝方选手的拳法啊看起来比较粗糙，然后这个乱轰一气，但是还是比较好用的。是的。我看这个菲尔道斯是来自于塔吉克斯坦的选手，这个地区的选手包括。第二回合开始了，蒲东东的少林金刚腿并不在于他踢的有多高，而是所打出的腿法进攻力度有多重，持续的虚晃加上不断的给菲尔道斯施加压力，很快菲尔道斯脆弱的防守就被打了个稀巴烂。与其说菲尔道斯是国际赛的预选人，不如说这家伙是短跑冠军，自从到了擂台上就没停下来过。尽管他跑得非常快，但他依然很难逃脱出蒲东东无限大的包围圈。行的，我们看蒲东刚刚连续利用了2次这个比较有效果这种战术啊，抱头进去跟对手试图做拼拳这种距离啊，然后突然起高踢高扫。好，这个蒲东东刚才一抬腿就躲过了对方的一个很重。蒲东东打了这么多场比赛，像菲尔道斯这种选手，蒲东东还是第一次见。
再加上蒲东东的武术套路特别针对这类选手，从比赛开始的那一刻起，菲尔道斯就从来没有打出过一次相应的进攻，甚至可以说连一次有效进攻都没有打出来，全部都是蒲东东在给菲尔道斯施加压力，逃跑并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只能少挨打，但最终的胜利根本就和菲尔道斯不挨边。感觉好像丧失了一些，就有几记全都扔空了。我们看蒲东东总是能够抓到蓝方选手拼拳，蓝方选手拼拳之后啊，回手准备放松的一刹那，一记高扫踢直接击向对手头部。哦，这是一次读秒。菲尔道斯被打趴下只是迟早的事情，一直拖到第2回合中段才被打趴下一次，也算是菲尔道斯的本事。面对重新爬起来的菲尔道斯，蒲东东没有任何犹豫，果断向前出击。实在逃脱不了的菲尔道斯，他决定死死保护脑袋，等待合适的进攻机会。殊不知，重大的擂台事故马上降临在菲尔道斯的身上。在绳脚，顶膝。对，但是他应该放心，我们中国的运动员还是有这些基本的这个擂台道德的，不会像这个美国那个拳王梅维瑟一样。这也看每位选手在场上的表现。蒲东东不愧是从少林寺出来的，所打出的进攻招式非常经典，要么是下劈腿，要么就是高鞭腿。与此同时，脚下的步伐移动也在不断变化，这就让刚刚熟悉比赛节奏的菲尔道斯又陷入了一个非常难以逃脱的困境。蒲东东可是从高手云集的国际擂台杀出来的，要是没点真实力，岂会成为比武僧一龙还强的少林武僧？逼的对手在防御上好像受到很大的压力。是的，这个蒲东东一直追着对手打哈，现在对手到这个围手边，对，比较被动。第3回合开始了，蒲东东算是已经拿下了2个回合。照这样打下去的话，第3回合不出意外的话，依然是属于蒲东东的掌握。短跑冠军不愧是短跑冠军，除了逃跑，其他的什么也不会，要么被蒲东东疯狂暴揍，要么被追着打。除此之外，就是肆无忌惮的逃跑。有点像老鹰抓小鸡的感觉。场面上有一些戏剧化。对。这个依旧是压着对手打，这个对手难道在回合之间，这个教练团队没有给他支招吗？可能教练支的招就是连续这种迂回的战术。菲尔道斯的抗击打能力属实有点强，根本打不动。尽管蒲东东使出了看家本领，那也很难在短时间内将其秒杀终结 KO。已经被暴打7分钟的菲尔道斯，此时的他依然在肆无忌惮的逃跑。俗话说逃得了和尚逃不了庙，然而蒲东东也默许了菲尔道斯的逃跑。面对一直临阵脱逃的菲尔道斯，蒲东东也不着急，不慌不忙进行逐一击破。感觉还不错这个比赛，但有的比赛就是说打得不太漂亮，然后就轻易的就 KO 对手啊，或是怎样，他也感觉赢了也没有意思。打得不能尽兴。对，所以我感觉这个比赛他也是应该这么想的。蒲东东连续拳法的追击。对。现在对蒲东东的少林金刚腿也在不断使出，争取做到一招制敌，快速打败菲尔道斯，获取最终的胜利。奈何这家伙的抗击打能力和抗压能力太强了，就算蒲东东往死里压制，菲尔道斯都会主动释放压力，让自身好受一点。难怪他会成为国际预赛的预选人，原来是因为这家伙的身体构造与其他人不一样，被打成了这样还能继续坚持打下去。这个3个回合都这么打也挺累的。我觉得对于蒲东东来讲，也是一个非常着急的一个心态啊。首先，对手整个场面在自己的控制下呈现一边倒的这种趋势啊，但是又没有办法让对手提前终结对手。对，他一直而且对手在跑来跑去的时候不进攻，只知道逃跑的菲尔道斯，很快就遭到了属于他的睡眠。蒲东东一套组合进攻之后，衔接了一个高鞭腿，随之而来的便是美女鼓掌，紧接着就是菲尔道斯睡觉的画面。接下来就让我们宣布本场比赛红方选手蒲东东第3局。最终蒲东东获得了比赛胜利。这场比赛的胜利非常不容易，蒲东东也算是倾尽所有才拿下的比赛胜利。
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你会给蒲东东打几分？